日前，日本方面公布了多张从空中拍摄到辽宁舰编队的照片，似乎是在炫耀日本军方全程都在跟踪监视辽宁舰。但是蹊跷的是，中国航母的踪迹为何这么容易就被日方给捕捉到了？这其中或许有更深层的意味。有人认为，这更像是中方对日方的一种警告，到底是怎么回事？据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其拍摄到辽宁舰航母编队的位置正好于宫古岛以南约160公里处。从地理上来看，宫古岛与冲绳岛之间的宫古海峡是中国从近海走向西太平洋的一条重要航道，国际上也规定其中部分105海里为国际航道，因此中方出现在这里并未有任何不妥。但是日本军方并不这么认为。此前，每当中国军舰穿越这一海峡时，日本就开始渲染中国威胁论。不同于以往的是，以前经过这里的中国军舰规模一般都比较小，但是这一次却不一样。我军派出的是一整个航母编队。知情人士透露称，除了辽宁舰外，此次航母编队还包括055大驱、2艘052D 驱逐舰、1艘054A 护卫舰以及1艘远洋补给舰。观察人士指出，很大程度上这是中方向日本军方发送的一次警示信号。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日本频繁跟随美国在中国敏感问题上做文章，表示将同美国一道使用威慑力量。一旦台海发生战事，日本将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军事介入。可见，在与中国彻底对抗上，日本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但是，日本真的做对选择了吗？我们知道，如今的中美对抗是大国崛起的历史必然，本来是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日本却偏偏选择加入进来。而很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卷入大国竞争的小国，最终很有可能只会沦为炮灰，更何况其盟友是美国。对于美国而言，日本只不过是其用来对抗中国的一个棋子，也就是说，一旦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日本必定会是第一个遭受打击的那一个。换句话说，日本是中国的邻国这一点是日本与美国的根本差别。不同于远在大陆另一端的美国，日本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文化历史渊源上，都同中国有着不可阻断的联系。基于当前中日国力的悬殊，一旦日本选择彻底切断这一联系，站在中国的对立面，那么日本将面临灾难性的影响。退一万步说，日本选择跟着美国，真就坚信一定会打败中国吗？许多事实已经证明，美国在这场同中国的较量中注定是赢不了的。现在的美国已经被满满的零和博弈思维所笼罩，这必将把美国拖入一场代价更大、破坏性更强的冲突中去。总而言之，就像日本理智的媒体所说的那样，如今的中国已经有了不战而胜的自信，更不希望台海有事。日本需要好好掂量一下自己了，并正视中国的警告。据央视新闻报道，北京时间4月29日11时23分，我国长征5号 B 遥2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将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和号核心舱带入轨道。这意味着中国空间站建设大幕即将开启。同时，天和号核心舱的成功入轨，不仅让国人为之振奋，也引起外媒热议。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在中国空间站核心舱成功发射之后，俄知名航天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热列兹尼亚科夫就在第一时间表示祝贺，并称这是中国的一项重大成就。因为目前在近地轨道上只有2个轨道站，一个是国际空间站，另一个则是中国天宫空间站。中国建设多舱空间站虽然只是中国前进的一小步，但这也是人类太空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因为它意味着地球人在轨道上的前哨阵地正在增加。同时，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成功发射，也为国际太空探索合作开创了新机遇。可以看出，俄罗斯人对我国空间站核心舱发射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西方媒体却对此表示担忧。据英国广播公司4月29日报道称，我国成功发射天和核心舱只是中国太空计划迈出的最新一步。而在2022年天宫空间站投入运作之后，中国将至少再发射10个类似的空间站模块。对此，一些西方专家表示，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进展迅速，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太空竞赛的前景。同时，还有一些美国国防官员担心，中国会在此过程中开发军用产品。很显然，这又是西方媒体在借机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但如今我国人心态却变了，因为现在该慌的是美国这些西方国家。众所周知，在中国空间站开始建设之前，世界上只有一个空间站，那就是由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日本及欧洲航天局在1998年建造的国际空间站。当时中国并没有被允许参与其运作。现在国际空间站因为年久失修，设备老化，也许在2024年将会退役，届时中国空间站可能将会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空间站。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已经有17个国家、23个实体项目已经成功入选我国空间站的第一批科学实验项目，而美国的项目被无情地刷了下来，并且中俄在今年3月还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计划在航天领域进一步深入合作。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国际空间站作为人类探索太空的唯一场所的作用即将结束，而中国可能即将取得太空垄断地位。根据 CNN 近日的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日前正在向白宫周边调查一起疑似定向能武器攻击案件。据获悉，在近段时间，一位美国官员在白宫附近活动时突然身边倒下，而此前也有类似的案例。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推断，这起事件与哈瓦那综合症很相似，很可能是白宫周边遭到某种神秘的定向能武器攻击。所谓的哈瓦那综合症，便是指人在遭受声波武器等定向能武器攻击后，出现头晕、耳鸣、身体不适等症状。其来源与美国驻古巴大使馆有关。在2016年的时候，美国驻古巴的外交官员就有报道称，他们在大使馆工作一段时间后，出现了耳鸣、头晕、呼吸急促等症状。当时美国官方就怀疑是古巴利用定向能武器攻击了美国外交官，而因为美国驻古巴大使馆位于古巴首都哈瓦那，所以美国人把这种现象命名为哈瓦那综合症。此后，包括驻俄大使馆以及驻华大使馆都有类似的报道，甚至还传出俄罗斯派出定向能武器部队潜伏在白宫周边。但是，这个所谓的定向能武器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对美国官方进行悄无声息的攻击？美国人其实也没有解释，只是一口咬定他国针对美国官员进行攻击行为。但是真相又是什么呢？根据法国研究机构在2019年出具的一份调查报告，似乎美国人所谓的哈瓦那综合症与所谓的定向能武器没有关系，而是驱蚊药水导致的。在2016年的时候，为了应对寨卡病毒的侵扰，古巴上下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灭蚊行动，包括外交使馆与外交人员办公室也都喷洒了驱蚊药水。正是在那之后，不少美国外交官便开始声称自己身体不适，遭到定向能武器的攻击。如果以这个为线索的话，那么此次所谓白宫遭到定向能武器攻击同样可以解释。根据去年的一篇报道，美国总务管理局透露，在拜登进入白宫之前，白宫的132间房间都将进行消毒和清洁，此举是为了应对新冠病毒。可以想象，白宫早就被喷洒了几次消毒水，而在白宫工作的美国官员，有一些人对消毒水过敏也很正常。于是这起事件很有可能就是一些官员吸入白宫内的消毒水有受到影响，出现身体状况。也就是说，所谓的哈瓦那综合症恐怕一开始就是美国人的误解，而且这种情况凭借美国的实力应该很快就能调查清楚的，为何美国人不公开真相呢？那是因为美国人正是借用所谓的哈瓦那综合症来对不听命于自己的国家进行泼脏水活动，在古巴身上屡试不爽后，类似的事情又出现在中国与俄罗斯。很显然，这就是美国自导自演的闹剧。